灵魂有趣，自在相遇。本节目由3亿年轻人都在玩的 SOUL APP 独家冠名播出。我没听清，你能再说一遍吗？我不要，我真的没听清啊！我不要。好，我讲。刘志新，我真的超喜欢你。刘志新，我真的超喜欢你。哇！少翻了，上班了。天哪！说。天哪！让你爽到了，爽到了啊！太开心了！我最后一条留言听到这个真是惬意啊！今天让你有面子，因为你是公主。你那个腮红简直是，还需要腮红吗？就自带的。腮红吗？这不是自己脸红了吗？心动的时候啊，好讨厌你们！哇，凯去了。这个墨镜要一直纹在身上的感觉。Hello， 我是妍妍。其实最后一条留言，我想了很久，到底要留给谁？最开始我想说的很多问题都已经表达清楚了。想了很久，其实我最想留言的对象并不在现场。啥表情？其实我最想留言的对象并不在现场。以为幻听了是吗？没了。啥情况？何一威。哦。没事。你说。没有。其实我最想留言的对象并不在现场，奥利，我很遗憾没有和你成为好朋友。我们前几天的相处都因为同一个男生感到彼此之间的关系比较尴尬。很抱歉，我不太善于表达，也没有及时捕捉到你的情绪，让我们之间有了些隔阂。本来那天晚上我是想找你聊聊天的，因为我一直都很欣赏你的勇敢、善于表达，你真的是个各方面非常优秀的人。但就在我下定决心准备找你聊聊天的那天，忽然得知你不得不离开这场旅行，很遗憾还没有和你成为朋友，大家好，我叫拥有更多美好的回忆。希望在春暖花开之际，我们一定还会再见的。我们都很想你，奥利。你这么好。好。感觉又开始在拍大片了，很美。嗨，张小妍同学，这里是李佳侃。最后一次留言，我想用大名叫一下你吧。很开心和你一起度过了这次冬日旅行，心情总是跌宕起伏，不断挣扎。但是在我发现不去追求，那个所谓的100%比之后，那堵气好像疏通了，一切都变顺了起来。感谢这些天的拉扯，让我们都变好了。今天下午回来去换装，我给你把刘海撩起来看一下。第一次被喜欢的女生搭配的，这也是我喜欢我想象中的场景。感谢眼帮我实现。妍的实力那肯定就不用多说啦。今天给我美了一晚上，我很享受和你在一块的时光，和你在一起，我总能去探索一些未知。相处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们就像被打翻的调色盘，虽然看上去颜色很混乱，但是总能出现一些美丽而且意外的颜色。总之，在这样旅程中，很感谢遇见了你，感谢发生了那么多的故事。我现在可以回到我自己，我是个很幸运的人啦。那么最后，祝愿你天天开心，去做自己想做并且一直保持对它的热爱，去成为你自己，去帅翻所有人。请妍继续酷下去。问题呢，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去上海逛街，那你就想一个拍照手势，可以一块拍。最后，我想用第一天留言的那个问题再问一下你，
旅行的最后，你现在想用什么颜色来形容一下我呢？我想想，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去上海逛街，那你就像一个拍照手势。逛街的话我肯定很乐意，因为我本人就很喜欢逛街。拍照的话呢，那就这样吧。你现在想用什么颜色来形容一下我呢？那个颜色的话，我觉得可能是30%的彩色，70%的白色。会用白色，因为白色代表位置是一片白纸。30%的彩色，70%的白色。好。Hello， 妍妍，我是恩。Hello， 妍妍，我是恩。很惊喜吧？没想到是我吧？其实我在第一天就有说过，我想给你留言。这句话可不是开玩笑的。其实我从来没有想到说，在这场旅途之中，我能够遇到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也就是你。世界上另外一个我。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很羡慕你的洒脱、优雅，还有帅气，并且当我看到说你从最开始很封闭自己内心在自己世界里的小女孩，到最后能够问出那些勇敢的问题，我真的觉得很感动，我也很佩服。感觉妍怦然心动了。妍听留言笑得最开心。听你的留言比听可爱的。我也想说谢谢你，因为你在这场旅途中带给了我很多的开心、快乐还有感动。如果没有你的话，这场旅行可能也不会那么的有意思。然后我想对你说，勇敢大胆的继续表达你的内心吧，因为你这个样子真的很帅。谢谢。哎呀妈呀！让天天开心哟！抱一个，抱一个。哎呀呀呀！世界上另一个我。好娇羞啊！抱一个，抱一个。天天开心哦！天天开心，天天开心。哇！我第一次收到2条留言，必须，终于让我爽到了。那我去吧，来吧。最后一舞了，不是已经舞完了吗？最后一舞。你好，小璇，我是七月，今天是1月26号，也是旅程中留言的最后一天。虽然这个是旅程的结束，但是我感觉也是我们的开始。以后的话，我们可以留在旅程结束以后慢慢的说。感觉今天最开心的事是给你分享了我在旅程中的小感受。你的信我真的特别感动，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真诚的男孩，也第一次这么坚定的被选择。偷瞄你。其实你的信我听过了好几次。我喜欢林七月，就是简单的想和你在一起。但因为今天风实在是太大了，我的眼泪一流在眼眶边，然后就被吹走，真的很可恶。虽然你的那句话我等了很久，很着急，但你还是说出了那句话，我也坚定的给你的回答。愿意当我的女朋友吗？好，我愿意。好。怎么就让你这个小子得逞了呢？但是我更希望的是，无论这个速度是快是慢，你要相信我一直会坚定的选择你，并且对的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对的。我今天的问题是，这是我未来的女朋友戚雨月，这是我未来的女朋友戚雨月。双手
海豚。哇，我未来。不是现在，不是现在了吗？现在不是吗？现在就是不吗？可以说吗？可以。就是回到第一天怎么介绍他。如果你带着现在的身份和记忆回到第一天，你会怎么向大家介绍我呢 Hello， 这是我未来的女朋友戚雨月。搞这么甜啊！胰岛素了。哎呀，去吧，来了。啊，来都来了，毋庸置疑了，去吧，去了。看他们俩好爽啊！你们俩有多爽？Hello， 七月，我是小轩。然后这应该是我们在这个节目里最后一次，留言了。对，就感觉真的过得好快。然后今天我跟你一起完成了很多可能旅途中的小遗憾，我也真的非常的开心，就感觉在这最后一天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我今天的信可能写的有点丑，但是真的都是我的真心真意，希望你能感受到。然后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很特别的一天，因为我们在一起了。今天我在读信的时候就差点流泪了，但是后面听到你的信，好像是我在这个节目里第一次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就是原来真的有人可以这么坚定的走向我，但是我心里真的是非常感动，非常快乐的吧。然后其实今天我想留的话也不是很多，因为我觉得从今天开始我们终于可以正式的每天的陪伴对方，每天可以聊各种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去体验新的东西。我真的很开心可以在这个旅行中遇到你，从每次留言从开始到现在，然后我也想跟你一直走下去。我觉得你应该也挺坚定的。然后我今天的问题就是可以喊一下我的全名吗？就这样，再见七月。你好，戚雨月。可以喊一下我的全名吗？潘伟轩。好，戚雨月，那我们吧。哇塞！还有一个拥抱。哇塞！我给他准备的问题非常之犀利。Hello， 晚上好，小胡，我是张兆宇。今天在冷风中听到你给我读信，让我很感动。有关我的故事，它似乎有些……原来你真的有在认真用心的准备。我很喜欢你写的那封信和那个很好用的手机支架。我这是有点感动了，这个我是有点感动了。行。以及当时你向我许诺的那个诗，没想到在你的视角下，我居然是这样的。我能够让你感受到这趟旅途的美好，意识到我自己对你的作用还挺大的，这点让我非常开心。而且你的字写的真好看呀！突然感觉你今天的火人味儿，是旅行以来最浓的。最后这趟旅途听了太多你残酷的真话，接下来想你回答3个问题。我们少爷终于笑了，我们少爷终于笑了。少爷在思考。OK， 第一个是不冷，然后第二个是有一点点没有，然后第3个是有一点点不喜欢。这趟旅途听了太多你残酷的真话，接下来想你用能够让我开心的假话回答3个问题。第一个，今天冷不冷？不冷，没有20。好狼狈啊。第二个，
一起躺在雪地上的时候，有没有心动的感觉？有一点点没有。第3个，你喜不喜欢我？第3个是有一点点不喜欢。等一下，我还要再追加一个，以后还想不想继续跟我接触，用留言的形式？不想，不想。OK， 那就是想吧。我猜到了。你再听一下呗，一样啊，你再听一下。我听完啊，是吗？他给你留了一个。不是，这规则怎么不早跟我说呢？竟然冻成傻白甜了。好，他俩是好磕的。易阳你好，我是小轩，这是节目里第1次给你留言，因为我觉得你在我这个旅行中也真的占据了非常大的一部分。显然小轩能让少爷笑得更开心。第1次见你的时候，确实我会觉得你好像比我还要内向。Hello， 我叫潘伟轩，你可以叫我小轩。吴易阳，可以叫我易阳。然后我也会可能那时候不自觉的可能挑起一些话题。你要那来一个吧。谢谢。哎，我帮你吧。然后，但是那时候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人，就很好相处的人，所以后面我也会想要跟你一起住，想要跟你一起玩。可能你平时话也不是太多，但我觉得你也会关心我的感受，也会在意我的情绪。对我来说，可能朋友也不用每天在一起，偶尔的关心或者是一些默契，我觉得就真的非常足够了。没事，我都是支持你。其实我知道你真的也是非常的真诚，不用在意别人觉得可能有些时候你不太会表达或话比较少。真正了解着你的人就会知道你的幽默，知道你的好。反正易阳，你真的是个很好的朋友，很好的人。如果你也觉得把我当兄弟，我们就抱一个吧。来吧，我要抱2个小时。哦，来，哇！怦然心动的兄弟们又来了。哎呦！够了。真好。死吧，赵月！今天这么长。赵宇你好，我是小胡。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就像是一块石头，虽然是外冷内热，但是一开始就是会习惯性的封闭和拘谨。所以说还得再说一遍老生常谈的话，很感谢你愿意了解我，让我能够慢慢的融入和打开自己。但是有时候我的外壳过于坚硬和固执，包括一开始我觉得我们两个并不合适，所以我会表现得蛮冷漠的。但是随着我慢慢的放轻松，开始打开自己，然后有了一些成长，我觉得我可能会有所改观。因为经过这几天的相处，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和快乐。其实也开始变得更加想了解你，相处时的氛围也在慢慢的变好。但是呢，旅程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其实还是蛮想继续和你了解接触的，因为不知道生活中的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呢？所以说之后再见吧，我会去厦门找你玩的。当然我现在也不知道会发生些啥，我也肯定会非常真诚的对待我们之后的相处。最后的最后，如果你觉得我的想法或者说这样的节奏是 OK 的，请你回复一句中。中哦！等，我就知道这个时长不对劲。哇塞，真的要给我留言了吗？谁啊？你像一颗星星一样闪闪发光地出现在了我的旅程里，热烈、勇敢又真诚，让我觉得我很幸运可以遇见你。谢谢，没关系。偷偷告诉你，其实我感觉一开始
最难接触、最高冷的人是你。我好像已经忘了我们到底是怎么开始熟悉起来的，但其实记忆最深的是在第二天，我在集市给大家买了戒指做礼物的时候，我在晚餐送给大家。好喜欢你，那你有给自己买吗？我然后你就把自己手上的戒指摘给我，你不知道其实那一刻我的心里有多感动。你送我的戒指，我能一直戴着。旅行中的每一天，我都在带着你送我的戒指。我的室友，你永远在我身边，第一个考虑到我。你像一个闹钟一样会叫我起床，然后我又容易着急，但你会告诉我慢慢来，不着急。我每天睡得很晚，你也不会觉得很烦，也不会嫌弃我。我好像已经习惯了你天天在我床边，然后你会诉说着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明明你也是一个特别脆弱敏感的小女孩，却经常在大家面前展现出你最积极最可爱的一面。只要你在，其实大家都会很开心。可是我想对你说，张兆宇，我永远都会是你最安全的角落。只要你有情绪有心情，你完全都可以告诉我，依靠在我的身上。既然是留言的话，那我就小小刁难你一下。现在请你唱我们最爱唱的一首歌。踮起脚尖，提起琴键，让我的手轻轻。哎呦，这看不得你哭了！哎呦喂！哎呦喂喂！哎呦喂！对，今天就是让你哭。在那里。有点感动。非常幸福的一天，家人们。哎喂，又幸福了，女孩。又幸福上了，女孩。Hello， 你好呀，张新文同学，我最后一条留言留给了你哦。今天是幸福浓度含量很高的一天，我真的没有想到你送我的礼物是围巾，一个我自己织的围巾。你自己织的？对。真的假的？这是我第一次收到别人手织的东西，因为是你，所以这条围巾对我也有了不一样的意义。我说了，我会到广州都会一直带的，这可不是在给你画饼哦。总之，今天这么幸福，真是多亏了你呀。因为我的性格可能会比较敏感和细腻，所以这2天我感觉好像，我们2个相处热烈的浓度没有前1、2天高了。就比如说昨天在卡车上，大佐老师问你对我的好感有没有达到喜欢这个程度，当时你说其实还没有，后来我就紧跟着说我也还没有到喜欢的程度，其实这个说法有怄气的成分在。还有很多这样的小细节会让我感觉好像我喜欢你，你喜欢我更多一点点。但可能我在感情里面有时候是相对需要高浓度情感需求的那一方。如果你以后还想继续了解我的话，就过来帮我系一下围巾吧。就这样吧，over。
我不太会记耶。这样子。不，这样子。然后OK。行，我放心了，我去听你的了。女孩笑得很甜呢。Hello， 周周老师，我是新文。今天很谢谢你准备的小惊喜、小巧思。我看到红气球的第一时间就想去找你，但是好像中间出了点小差错，让你在寒风中等了一会儿。这对吗？这不是大哥，太远。在这里再跟你道一声歉。还记得水晶球约会那天，你拍了我肩膀吗？今天轮到我拍你肩膀了。哦。好了。小狗脚，好萌啊！今天第一次看你穿上校服，穿上校服的你很漂亮。然后还记得你今天给了我一个让我和别人不一样的身份吗？那个小点头。小摸平板。小晃脚。结束。既然有了这个特别一点的身份，我在想，我对你的称呼是不是也可以特别一点呢？如果别人都叫你周周，我是不是可以叫你小米粥或者八宝粥呢？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就是节目结束录制后的第一个周末，不知道你有没有空呢？如果你有空的话，可以告诉我你在哪个城市吗？有机会的话，我想和你在那一天见一面。拜拜。小摘耳机。广东省东莞市沙田，后面的我下了再跟你讲。不行，必须现在讲。几栋几号吗？开玩笑，开玩笑。好的，谢谢你，我会期待的。小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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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无眼睛。小无眼睛。OK， 走走走。灵魂有趣，自在相遇。本节目由3亿年轻人都在玩的 SOUL APP 独家冠名播出。哇！哇！跑起来！跑起来！哎，你看奥利他们，哎呀，奥利这里，划水，抓星星，一起开，接上，来，耶！今天有主持人吗？哇，还有主持人。现在请大家落座。好，走，好，我坐这儿吧。白佑与大家同在。随时开始啊，朋友们，让我来介绍今天毕业歌会的主持人，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刘志新。哇！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主持人刘志新。我是今天主持人刘志新，然后非常开心能在这趟旅程中与大家相遇，然后大家现在此时是什么心情？开心，好不舍，我还没反应过来呢，好快啊！
然后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其实后面今天白曜和奥利与我们同在，好帅非常感啊，动，好漂亮，竟然还选了那么好看的2张照片。那我们现在直接就进入正题吧。有没有人想先上来，对吧？发表一下自己这趟旅程的感想？新闻。掌声有请新闻同学。我发表一下我这趟旅程的感想吧。今天是我加入大家以来的第7天，也是这趟旅程的最后一天。因为我以前有过当2次插班生的经历，所以我对于以这样的方式中途加入一个集体是有一些抵触和胆怯的。我会担心我的性格有点慢热，会让我有点难融入大家。但是当我见到你们之后，我的礼物那些担忧在第1个晚上就都烟消云散了。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真的特别特别好的人。我觉得在2026年的第1个月遇见你们，是发生在我身上最幸运的事情之一。以前的我会觉得，在人群中表达自己的一些情感，说一些比较肉麻的话是件对我来说有些羞耻的事情。如果我坐你旁边，你会？我会很开心啊。可能现在的我还是没有办法特别大大方方的做这些事，但是已经越来越敢于去尝试。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特别大的成长，所以就特别感谢大家，也特别开心能遇到大家。那你现在其实可以 Q 一个人，让其他人上来，然后 Q 一个关系比较好的人吧。周周想上来吗？可以啊，可以啊。OK， 我来。那就有请周周。因为我唱歌比较难听，所以给大家写了一封信。那请允许我轻轻拨动时间轴，带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有关周周的怦然之旅。关于友情的时间轴中，我可以看见7月、赵瑜、小胡还有小轩在绿皮火车上强打着疲惫陪我聊天，带我熟悉和了解大家。我看见在和睦的小木屋里选宿舍的时候一声，周周你来和我们一起，让我当下马上有了归属和安定的感觉。在关于悸动的时间轴中，我看见自己在选择中的忐忑和犹豫，慌张和胆怯，也看见那个缺乏安全感和自信心的邹敏同学。但是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久违地感受到了遇到喜欢人的心动、欢喜、感动和满足。这种感觉就像心脏里炸出一小簇只属于我一个人的烟花，在一方小小的空间里面盛大而又热烈。所以谢谢你，也谢谢我自己。这是属于我自己横冲直撞的21岁，不完美，但是足够好。最后的最后，真的要分别了吗，朋友们？我觉得才不是。我一直相信，真正的朋友，即使很久不见面，很久不聊天，但是在见面的时候，也能迅速找回当时的感觉。所以，那就拜托大家和我做一个约定，关于再见之约，我们拉钩盖章，100年不许变。拉钩吗？盖章吗？好，那你们都同意了。谢谢大家。哎呦我天哪！哎呦，其实周周之前有跟我讲过说，他觉得那个瞬间很戳他的点，但其实我觉得是我不想让这搭任何一个人落单，所以我其实有看到你，因为第一天来可能跟大家没那么熟悉，所以有点怕，小心翼翼的也不敢就是
很表达自己之类的吧。所以我想让你能够更快的融入我们，更快的成为朋友。所以，而且我要说，你真的做得很好。希望你们的友谊长存，当然我也在这个友谊里面。那你现在其实可以 cue 下一个，你想让谁去？其实我本来想叫恩恩的，但是他哭了实在是我有点不舍得，那就叫小胡吧。OK， 欢迎小胡上台。辛苦了，你做得很好了，我很爱你哦，你知道吧？首先讲一下我在这趟旅途中的一个成长和变化吧。其实我是一个有自己小世界的人，然后大部分时间我都就停留在自己的小世界内，然后把自己封闭起来，不与别人交流。但是自从来到这趟旅程，然后遇见你们，非常感谢你们来到我的小世界做客，然后你们愿意敲开我的门，然后面对着真实的我说你好。我发现易阳真的很矮。我非常感谢你们，让我的小世界变得更大了一点。身上有很大的魅力，其实我很羡慕你。然后你们给了我非常珍贵的友情与回忆。然后最后是赵宇，很感谢你愿意了解我，让我想表达的东西有了输出的机会和场景，让我能更加放松，更加融入集体。然后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你。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最后一支舞的时候没有邀请你。小小的遗憾就是最后一支舞的时候没有邀请你，所以说现在能邀请你上来，哇塞！哇塞！来吧。虽然咱俩都是最不会跳舞的组合，那我们就，你的幸运数字是4，我们就一人转个4圈，怎么样 ？OK 啊。那你再邀请我一遍啊？你邀请我呀？可以邀请你跳支舞吗？可以邀请你跳支舞吗？可以邀请你跳支舞？跟我一起跳舞吗？可以。完全可以。哇塞！哇啊！继续转圈。等一下，这样先这样吧，这样，然后这样。然后3圈，哎，我要晕了。4圈，然后你赶紧啊。哇塞！好浪漫哦！听说你在生活中是一个很高冷的人，然后感觉还蛮反差的，所以说也还蛮想就是继续了解你的，所以就之后的生活中见吧，生活中见吧，哇哦！要不我直接来吧，感觉大家都眼泪汪汪的，然后我写的东西其实比较搞笑一点。OK， 首先我想讲一下我对这趟旅程，我认为这趟旅程对我的意义吧。我第一次其实看《怦然心动》的时候只有15岁，然后看着节目里呢那20岁的哥哥姐姐们呢，我也第一次对自己的青春有了憧憬。然后现在呢，我也迎来了我的20岁，然后我现在有一些话想对大家说，是我和恩恩女士一起，由我来代表我和恩恩女士一起为大家说的一些话。先从胡一阳和张兆瑜开始吧。
感觉胡一阳是那种现实生活中什么大风大浪都能平静面对的水手，然后终于迎来了自己第一次出海，结果直接遇到了张兆宇这个海啸。好笑。开个玩笑，其实从他们的身上呢，我有看到他们在一点一点打开自己。你们有过不开心的时候，但是到最后还是选择试图向彼此靠近。所以我认为你们两个真的很勇敢，也很有人格魅力。希望你们都能在保持自己个性的同时，找到属于你们关系的平衡点。祝你们一路长虹。一路长虹。然后是小轩和七月。首先我想先恭喜这个同样是这季开服的老玩家啊，成功配对成功了。然后你们应该是我们这里面相处方式最成熟的一对搭档吧，也是这里最会照顾人的一对。我记得在滑雪的那个普通雪道，还有骑马的水晶球上面，这两个地方其实也是你们的第一选择，但最后都让给了我和恩恩。那给你们。那要不我和七月就慢慢滑吧，我们就。行。那你去，我去骑马好吗？真的很谢谢你们，让我们的这个冬天变得非常温暖，也祝你们一路长虹。谢谢。然后是凯凯和妍妍，虽然你们看上去有点像女王和小奶狗的组合，微醺女王和忧郁小奶狗，但其实凯凯呢是一个内心比较成熟的人。我每天回去到宿舍都有看他在认真的反思，会对自己的一些小错误感到愧疚，第二天做出进步和改变。而妍妍呢，冷酷的外表下其实也是一个有时候会害羞的小女孩。你们的关系还有70%的白色，那就让我们所有人一起在这趟旅程后为你们添上自己的那一份色彩，也祝你们一路长虹。一路长虹。然后是周周和新闻，你们是最晚加入的组合，可能这趟旅程对你们来说太短了，很多话呢还来不及说出口就要告别了，所以希望你们不用着急，慢慢来，能在现实的生活中发现对方身上更多的闪光点，祝你们一路长虹。最后我就是我最想念的黑白曜兄弟和午后奥利，没有你们这趟旅程肯定是不完整的。虽然我和白曜呢总是有点难兄难弟，会互相调侃，你也特别帅，现在你也是啊，但是你一直有在像一个大哥哥在身边默默的照顾我们。他更希望表达的是我对你很坚定是的那种心。奥利也是一样的，和你聊天永远不怕气氛尴尬，你总是能稳稳地接住我们，然后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有你们在的氛围总是更加的欢乐。我想我们10个都带着你们传递的快乐，一起完成了这趟旅行。即使你们不在身边，但我们能感受到你们的心和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说，我们已经变成了更好的人。祝你们一路长虹。其实我没有写我和恩的，因为毕竟是我和恩我们一起对大家的，所以我对恩也说一句话吧，非常简单，还是那句古话，古话说得好。为了你，我可以把整个赛里木湖的雪融化。为了你，我可以把整个赛里木湖的雪融化。哇！祝我们一路长虹。其实我唱歌特别好，所以大家很有幸可以免费收听我的歌啊。我的妈呀！来吧。Where you think you're going, baby? Where you think you're going, baby? Hey, I just met you, and this is crazy. But here's my number, so call me, baby. It's hard to cry at you, baby. But here's my number. Where you think you're going, baby? Hey, I just met you, and this is crazy. But here's my number. 就让我一个人嗨是吗？Hey, hard to cry at you, baby. But here's my number, so call me, baby. 哦 ，OK， 开服老玩家来吧，来吧。
可能我的有点长，因为我就是可能写了就停不下来，但就是都是我的一些感受吧。然后我先想说下易阳，我应该是这趟旅途中跟你相处最久的人，毕竟我们每晚都睡在一起。那我们俩住另一间。我也已经习惯了回到房间有你的存在，感觉我们的这份自然真的很难得，遇见你是我的幸运。然后小新，希望你和恩恩要一直好好的，就像你和我说的，时差距离都不会是任何问题。凯凯，我觉得你真的是个很可爱的男生，就如果我是女生，我应该会被你吸引。然后你不管你是笑的时候还是的时候，都感觉让人亲近自然。然后新闻，可能我们相处的时间不太长，但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能适应新环境，同时懂得很多的一个人。然后就是7月，能遇到你我真的很开心。就像我昨天说的，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你也是个很善良的人，不管是对我还是对所有人都是一样。跟你在一起，身边的人都会感受到幸福，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恩恩，今天早上在雪里拍照的时候，我会想起第一天我们的怦然 F4 组合。然后赵瑜，我记得第一天晚上的时候，你坐在我旁边，那时候我其实非常紧张，但你的友善让我感觉到被温暖。笑颜，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目标的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不用担心一些没经历过的事情或者性格会影响大家对你的欣赏，你已经很棒了。谢谢。然后周周，可能我们俩确实相对来说比较陌生，但我觉得你是个很阳光的女生，同时也希望你能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继续你的学业。然后最后我想介绍的是我的女朋友戚于月，我的女朋友戚于月。哇！在旅行的最后，我找到了这次旅行中最大的幸运，就是可以和你在一起。正因如此，对于结束这段旅行，虽然会有不舍，但想到跟你以后的所有相处中，我也还是能在很多时刻感受到我在这次旅行中的每个心动、每个瞬间，我就充满着向往和期待。同时，我也想成为你需要的、你能相信的那个人。每次看到你，我就觉得我美瞳造成的模糊好像被照亮了起来，因为你整个人就是闪闪发光的。我会一直坚定的选择你，因为我想和你一起体验2月的香港，前往3月的上海，度过4月的广州。说介绍，和你一起体验像这次旅行中，不管在哪里去什么地方，只要你在我身边就够了。我有时候在大家面前可能会比较淡，老是发呆、放空、害羞，但都到最后了，我想说，戚于月，我真的好喜欢你，我真的好喜欢你。我也是。听了吗？啊好。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我也没看到，我也没看到，我也没看到。谢谢你，没事，谢谢你，谢谢你，没事，我这心里的感受。我呀，哎呀，我是主持人，哎呀，那你来邀请下一位，那我就选7月吧，好，可以吗 ？OK。哇，其实我还是会有点紧张，我还常常觉得和恩恩、小胡、小轩一起跳，管他什么音乐，还是昨天。恩恩，你是我遇见的第一个女生，看到你的时候，我就感觉怎么这么含蓄，这么美。我叫姚佳媛，你可以叫我恩恩。我叫戚于月，你可以叫我7月。其实这趟旅程中，
我从一开始看见你的有点不安紧张，到最后的放松，其实你只要在呼吸，你就在散发魅力。所以在你身上，我会感觉到遇到喜欢的人是一件多有能量的事情。小新，你这小子真是有福了。你们都这么坚定的喜欢着对方，希望你们一直甜蜜，来就溺死我，一路长虹。好，没错，一路长虹。然后周周，见你第一面是你从火车车头那头走来，感觉是一只很 Q 萌的小萌物，一只小鹿宝宝坐到了我的身边。你爱笑开朗，有着自己的想法，也经常好像苦恼，很多事情好像不如你所愿，所以有点多愁善感的小可爱。我想告诉你，你不用一直在我面前保持最好的状态，你无论怎么样，我们都会接住你。还有我的舍友，这位向我捧着什么东西的奥利，我还没有来得及和你拥抱，还没听你的心事呢。我们本来还一起说去上海逛街 ，City Walk。第一次见新闻是在和睦的小木屋，很意外的你是被赵瑜带了进来。我当时感觉这个同学笑得很腼腆啊，虽然第一面见你有点羞涩，不太经常表达自己，但我能感觉到你是一个有点幽默的小男孩。然后时间拉回学校那天，凯凯，你作为你作为新同学加入了文学课，第一次见你感觉是很高的一条，一直把笑容挂在脸上，还送给大家自己设置的贴纸。看你和妍妍的相处，其实我也觉得很有趣。我想你教会我的就是喜欢一个人就要坚持不懈，如果你实在撑不住的话，抬头仰望45度流点泪也没关系。笑颜，你笑得真的很帅，你的身高让我无法不第一眼就注意到你。破冰派对上你翘着超长的二郎腿，一言不发地看着大家，超酷。你看起来好像用了一颗冰冷的心来面对了所有人，可是我越相处越觉得你很生动，很可爱。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人只要活在世上，就会和人产生羁绊，有了羁绊，心就会有柔软的地方。无论多酷的人，都要带着一颗倾斜的心，东倒西歪的去生活。小胡，你好。虽然旅行里我们接触的不多，你给我的感觉就像一只乌龟，带着厚厚的壳，总是慢慢的，总是躲在一个角落里面。大家都会以为乌龟是在藏在壳里，但其实乌龟的壳就是乌龟本身。敲打乌龟的外壳，乌龟也会产生痛感。其实我想对你说，你不要受困于缺少表达，不说话也好。如果是在壳里安全的，那带着壳生活也没有关系，因为打破了壳就是打碎了你。但小胡，我最想对你说，我怕你会放弃那些你其实不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希望你能够有一双能发现离你最近的、发现幸福的眼睛，能被人看见、被人喜欢，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对吧，赵宇？啊，是这样的，对吧？勇敢的朋友，小轩，这是我在你身上看到的勇气，也是你给我的勇气。你是我这趟旅程中真正对我产生改变的人。谢谢你，还有喜欢你，还有喜欢你。这个冬天我们一起看过了太多的风景，我真的对人生是旷野这句话有了实感。1月的最后一天，也许我会在床上惊醒，觉得这一切都是一场梦，但是我会收到你的消息，所以你会给我发什么消息呢？还有问题。我觉得就是会说怎么了吧，就是每天最简单的问候吧。真的很开心，就是和你一起回到生活里面去。能不能邀请他上台抱一下？还是小轩邀请你？哎呦，哇！
放下的光，好像我心房，它催促着我们快乐，才不会迷茫。奔跑的路上，梦想的光到永远发烫，接近你的手，纵然荒唐的爱过，感受爱最真实的冲动。握紧我的手，对抗这世界的诱惑，燃烧我们开始的冲动。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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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裤是啥的你懂？黄破晓的光，投射过心房，夕阳催促着我们快出发，从不会迷茫。奔跑的路上，梦想的光芒照着远方，举起你的手，让从你狂跳的脉搏，感受爱最真实的操纵。打我腰哥。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太棒了！下面有请我本人来进行今天晚上的发言。大家好，我是张兆宇。没想到我们的冬日之旅这么快就到了尾声，也没有想到我们最终会在赛湖上面来完成这场毕业歌会。我下面呢想对每个人进行一一的点评。点评了。首先呢，我想要感谢的人是白药，我想给白药颁个奖，就是我的最佳知己奖。白药，我真的好感谢这趟旅程，我们大家能跟你同在，看到你，我的心里有种莫名的踏实感，感觉看到了大哥哥一样的存在。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得到你的一些鼓励和你的很多理解。所以作为超级好的朋友，一定要帮助他实现这个愿望。所以我觉得，无论是白药、黑药还是金药、灰药，它真的是一个很会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药。然后呢是小新啊，小新，我给你的提名是最佳合拍奖。我觉得咱们两个人幽默都非常有点子，和你在一起相处呢，其实不需要修饰我自己。希望张兆宇天天开心。哇，耶！谢谢家人们，看见你我就特别开心。然后你看你又呲着大牙傻乐。然后呢是恩恩吧，在我自我介绍的时候，你是第一个为我捧场的人。哇！我好感动，你是第一个为我捧场的人。我就在心想，怎么会有女孩子这么会给情绪价值？然后后面的时候，我其实是很心疼你，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能自己忍着的小女孩。我觉得你的眼睛总是很红，你的眼球总是充满了红血丝。你明明已经很累了，但是总是想把自己能做到最好的东西做到最好。我希望你以后能够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多注意自己的感受。希望未来你能够越来越好。然后是周周，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觉得他很可爱，没有想到居然是跟我最合拍的 MBTI。通过后面对你的慢慢了解，我发现其实你是一个性格特别直率、特别横冲直撞的，像小鹿一样的小女孩。你能够立马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点是我很需要向你学习的。我说是奥利吧，我的好室友奥利，我真的好想你啊，奥利。哎呀，我们还没有好好的再进行一场深入的私聊。我真的觉得奥利你是世界上最可爱、最开朗的小女孩。然后呢是我心中最可爱的人七月。进门推开门以后看到的第一眼其实就是你。为啥看到你呢？其实是因为你的芭比粉口红了。我说你寻思怎么会有人涂芭比粉还这么好看？哎呀，再后来呢，我现在记忆里呢，可能都是一帧一帧的片段。
我想到的最深刻的还是之前给你讲的，我很累很累很累，在布尔津转机的时候回到酒店，我立马就躺下睡觉了。再醒来的时候就刚刚好，我醒来了，你回来了，你知道我怕冷，你把暖宝宝拿给我，还给我准备了暖脚宝，你还给我准备了暖手宝，然后最重要的，你知道我怕冷，你还给我准备了睡衣。你告诉我说再往后的天气更冷，你要让我穿暖和一点。我当时坐在床上，我真的就直接哭下来。我当时心想，哇塞，有你真好，有你真好，有你真好。看到你幸福，我也会比你先掉眼泪。我真的太希望你幸福了，所以小轩你真的好点儿。还有谁？哦，还有小胡。等一下，啊，小胡，我沿用以往的那个留言形式展开啊。Hello， 晚上好，小胡，我是张兆宇。第一次见到你，感觉你就是一个闷葫芦。自我介绍时，我们分别坐在最后一排的两端，我们就像两极。我话多的不行，你半天憋不出来一个字。很多时候，你总会用你的冷漠来为我过于热情降温。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决定回到和你们见面的那一天。仍然选择我们第二组了，但最后我要坐在你身边，多和你说说话。对于我来说，能够认清自己的心意，听到自己的声音，其实是很困难的。在第一次决定给你留言前，我迷茫了很久，纷扰的心事把妆全都鬼哭化了。和自己独处的时间里，反复问自己：我真的清楚自己的心意吗？我真的确定想要跟他接触吗？我真的能够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未知吗？当我后面一点一点把你的好感串成一条线，在脑海里罗列时，我决定让自己勇敢一次。谢谢你的出现让我成长，谢谢你陪我一起胡闹，不是，谢谢你给我写诗，谢谢你的走心留言，谢谢你给我写下的文字，谢谢你的理解，谢谢你给我带来的一切一切，谢谢你给我带来的一切一切。啊，我现在呢想邀请那个小胡同学跟我一起唱一首歌。OK。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陪你把沿路感想握住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给说完。OK。小胡唱的好不好听？好听，好听。下一位是谁呀？下一位，来吧，哎，今天又是一个很感性的小女孩。我一直这个稿子一直在拖，就是我不想写，因为我这个拖延症很大的原因就是说，我觉得我只要不去做这件事情，我就会有很侥幸的心理，说这个事情就不会到来。签到表上它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说是用一句话作为这场旅行的开始，你会写下什么？然后我当时写的是我记忆里永远漫长而冷漠的冬，这次好像会变得不一样，真的不一样。这个冬天真的因为和大家的相遇变得短暂而热烈了。我原本真的非常非常不喜欢冬天，甚至可以说是讨厌的地步，但是现在我只想让这个冬天慢一点，再慢一点过去。然后其实我是一个喜欢把所有心事都藏在心里，然后遇到难过的事情悄悄解决，遇到的开心的事情也不怎么表露出来的人。但是因为认识了大家，认识了这些小女孩们，我开始不那么害怕的展现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们曾经在那样狭小的空间，那种小房间里面毫无保留的交换彼此的情绪。我天哪！7月在初见的那天，我其实内心非常忐忑。因为我不知道会遇到怎样的人，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够很好的融入大家，所以当我推开教室门，看到你回头向我甜甜的微笑的瞬间，我就知道我没有心动，我就知道我所有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事实也证明，我们7月真的是一个非常善良又热心的姐姐。也想跟你说，就是要幸福，不对，就是已经幸福了，就继续更幸福下去了。你也是。然后就是赵宇，其实赵宇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过自己是一个很直的人，但是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非常细节的人，你能照顾到所有人的情绪。而且我记得当时在转场的时候，我的行李箱很重，然后你在旁边就会帮我拿，真的很谢谢你。下一个要说周周。周周，其实我看到你就是刚上火车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你的眼睛很灵动，然后你也有很积极的去调动大家的情绪。但其实我后面回到民宿的时候，我看到你比较踌躇吧，所以我想说，女孩来吧，我们一起住。对于我来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下一个我想说，奥利，其实我完全没有想到说后面见不到奥利，因为当天晚上我真的很想问奥利很多很多东西。在小新有点犹豫的时候，奥利也给他很多建议，所以我还蛮感谢你。所以说，也等你，奥利，赶紧回来吧。下一个就是盐，你还记得我们在荒野之国的时候吗？就是因为我超级怕恐怖类的东西，所以说我一直很紧张。然后你有注意到我的情绪之后，就一直在淡淡的安慰我。虽然我们其实当时应该算是刚刚见面，因为我白天没有什么相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特别信任你，然后全程我就一直挽着你的胳膊，然后在你耳边尖叫，然后我们假笑组合以后也要一直真诚的笑下去。然后下一个我想说，小新，其实我该跟你说的话都说的差不多了，然后你其实有跟我说你觉得很奇妙，明明10几天前完全2个不相交的人会出现在这里，并且发生一些故事。我想说，我一开始就很相信缘分，我觉得是缘分啊，命运的使然，让我们站到这里，能够走到一起。所以说，后面的故事也让我们自己书写，好吗？有句话说，人和人之间有一些瞬间就足够了，但是我有一点点贪心，我想让这些瞬间能够永远的延续下去。所以所有人对我来说其实都是礼物一般的存在，我很珍惜，也很幸运能遇到你们所有人。然后也希望说未来的大家能够幸福，万事顺遂。谢谢。我去吧。今天其实我想跟大家唱一首《小幸运》。在旅行开始前，我就觉得和大家相遇会很幸运。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的各种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我知道是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让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哭了，好感动。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好幸运，可我也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在我看过的天际，你换来了声音，遇见你。
哭了。下去听我给你们说的话吧。其实我对每个人都有很多话想说。首先，我想跟恩恩说，谢谢你昨天对我的留言。今年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初次见面，虽然我们不在一个班，但你主动来给我打招呼，让我这个很慢热的人感受到很大温暖。你就像世界上另一个我一样，能很容易共情我的一些感受。虽然就是全世界都很不解我的时候，你还是愿意来找我。最后，我想说，很开心在旅程中能遇见你，见证你的幸福。女孩，如果你幸福的话，我一定比你先流泪。哎，我的表情管理没了。很好看。哎，然后就是凯。怎么有个哎？其实想说的话大部分都在昨天信里了。这几天相处，虽然还是觉得你很小孩子气，爱撒娇，不够主动。哎，到了现在还不主动来加我微信啊？就知道偷拍很肤浅。傻白甜还是有很好的一面呢。反正随便你了，最后一把了。你再不主动就没有机会了啊！等会儿，现在上来是我先把微信加了。你瞧我。好。有这种环节吗？现场加微信。对，刚刚在那边看到你，可以来加你的微信吗？好好好。我操。没有分组吧？组是什么东西啊？加了微信报一下不过分吧？刚加微信就报。啊好。啊好。我也想邀请你跳个舞。那你结束了这趟旅行后，你还会坚持吗？会的。下次我去上海出差的时候，你会来开车接我的吗？好啊。哦，对，我还想跟你说，其实现在是40%，不是30%了，增加了。你要主动一点了。哎呀！哇！哎呀！啊，你这些。太好了耶，简直了！来，说，就感谢，真好。很感谢这个冬天与大家相遇，被大家包容，真的在一次次解决问题和处理关系上成长。就像言说的，我做了很多幼稚的事，很感谢大家的宽容。我想说，这次旅程真的不止感情上的起伏，更是很高兴遇到大家这些各具风格又有趣的灵魂。言，我这次旅行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咱们的交流和沟通真的是有我们特别的风格。我现在知道更应该主动去沟通，把情绪消化好。就像我昨天说的，我希望我们的关系成为天上闪耀的星星，虽然没烟火那般绚烂，但是在慢慢持续的闪耀。感谢你这一路的回应和包容和照顾。这段旅程结束了，我们下段旅程再出发时一定会变得更加从容。祝大家前程似锦，永远幸福。好，哇哦！其实今天我们只到场了10个人，还有2个人大家都知道，白耀和奥利没有到场。但是如果这个毕业歌会没有他们俩，肯定是不完整的。所以今天有神秘嘉宾，所以我们就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白耀和奥利，让他们来完成他们的毕业演讲。Hello， 大家好呀，我是白耀。没想到吧，我又出现了。其实这几天呢，我一直在看手机里的视频和照片，
看我们第一次集体大笑是因为谁的笨手笨脚，看那些随意拍的甚至有点模糊的片段。刚才听说属于我们的旅程真的要画上句号了，心里咯噔了一下。原来告别不是轰轰烈烈的仪式，而是这些具体又细小的事啊。冷吗？白药穿这么少。我的房间窗子朝西，这几天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天下午看着阳光慢慢地爬过墙壁，从耀眼的白色变成温暖的金色，最后融成一片舒服的蓝色。你们快乐、开心、热闹的时候，我这边刚好是安静的。那天的落日电台，我和奥利都收到了，有感动，有幸福，有不舍，还有惊讶。谢谢你们出现在我的20岁，像一束突然打过来的光。毕业快乐呀，大家！请务必替我拥抱这个我们共同开始的灿烂的明天。Hello， 大家好，我是奥利。奥利，我真是想死你们了，大家也都很想念我吧？宝宝。但是你们不用担心哦，我和耀哥都好好的呢。小胡，你不说话的时候，看起来像个心事重重的小老头。旅行快结束了，不知道你的内心打开了多少了呢？请不要故作深沉啦，有什么心事都可以和我们说。新闻虽然还没有特别了解你，但是期待你播报出自己的幸福新闻哦。小轩，嫉妒你把我们的7月拐跑了，没啥好跟你说的了，记得对我们的小太阳好好的。小新，我的舞王 bro， 相信你的天赋和实力，没有什么是你解决不了的事情。凯凯，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愿意和你滑遍全世界的人，我们的下一站都会是幸福哦。耀哥，一起共患难的人，我会记你一辈子的。期待未来某一天一起去弥补我们共同的遗憾。周周，你看起来虽然像一只可爱的小白兔，但是你是一个非常有自我想法的成熟魅力女人，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的。一幸福就嘴很碎的百变小女孩如果老天爷能听到你的小碎嘴，那他一定会安排一个向你全力飞奔而来的人。快告诉我，你一定找到了，对吗？赵宇勇敢飞，奥利永相随。请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你只要听我说，你是世界上最值得、最可爱、最勇敢的女孩就好喽。下次一定还要一起在雪地里吃辛拉面哦。7月，相信你现在一定过得很幸福。如果哪天你不开心了，请随时拨打我的电话，我会摇身变成你的守护天使，为你赶走所有的不开心的事情哦。妍妍，你是我们所有女生中年龄最小的，你比我们都更早的接触社会，不要太多担心哦。但请相信，一切发生皆有利于你。好啦，这次就先说到这里啦。反正我相信，我们未来还要见很多很多面的，我们也会收获最好、最好、最好的幸福。拜拜。耀哥倒了，耀哥倒了，你这又受伤了，一下不注意又受伤了，来吧，大家上台吧。
真的40%啊！对啊，对啊，对。怦然心动20岁，去冬天，去点燃一场雪。冬天再见，再见。嗨，大家好，别杀青了。结束了，拜拜了，下个冬天再见。我是新文，是最后加入这场旅程的人。Hello， 朋友们，很高兴因我而使故事拼凑完整。嗨，那个女孩，期待最后的约定将短暂变成进行时。我是周周，这个冬天好短暂。爱情中的出场顺序重要吗？当然重要了。可是人与人的缘分，不是一场晚出门就会躲开的雨。我是奥利，我会一直记得，在一个夜晚躺进雪里的柔软，在热气球上触摸天空的湛蓝，快乐和遗憾交织，是我成为大人前的最后一个寒假。我是凯凯，雪花在灯光下闪闪烁烁，像我试图抓住的你的心意。白色是心动的颜色，是冬天里关于你的颜色。我是安安，朋友都说我是一个永远不会迈出第一步的女生，没想到这个冬天我经历了好多命运般的第一次，当然包括这场偶遇。我叫胡一阳，他们说我是史上话最少的男生，不是这样的，我的心里有好多话想对他说。其实我有一点点不心动，其实我有一点点不喜欢你。我是张兆瑜，这个冬天和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你能跟我一起跳舞吗？我过得冒失又冲动，还流了一点幸福的眼泪。这不最后一天，我又幸福了。我是白耀，这是我最疯狂、最浪漫的一个冬天，也是我最遗憾的一场旅行。我叫妍妍，我的人生是一把不许出错的安全牌，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这么多意料之外。开始这趟旅行是正确的决定吗？幸好它开始了。我是小轩，我很爱发呆回想，举手的那0.1秒，没回头的那1分钟，抬头看向月亮的那一晚，就在我发呆的时候，哎，好像有人敲门。我是小星，自诩为这趟旅行里的幸运星。我可以为了你把整个赛里木湖的雪融化。但这趟旅行做的每一次选择，都称得上是幸运。我是7月，这个冬天好像一场拼图游戏，一场像梦一样的偶遇，一次只属于2个人的烟花，一封眼泪被风吹散的情书，打破了时间的奇妙旅行，一切都在今天画上了句号。欢迎各位嘉宾们回到我们的《怦然心动20岁》返场特辑。接下来呢，我们将2登台，回应你们线下相处的近况，以及完成一些粉丝们提出的大冒险。离开节目之后，线下有没有发展？
其实我给你写了一首歌。这些人说的还不如我直接自己做呢。在喜欢上你以后，我真的有发现了你的更多优点。在喜欢上你后，我有看到你更多优点。张兆宇是我的女朋友。希望胡一阳对着赵瑜哼唧一声。小心完成亲酒窝挑战。网友希望你们可以复刻《First Love》里面那个经典一吻。是现在我想要往前迈一下试试。你之前给我的身份可以再续约1个月吗？我们的幸福也一定在不远处静静等待着我们。白耀，你是最棒的。白耀，你是最棒的。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节目结束后，你居然真的越来越贴近我的理想型。我最后还想再问你现在会给我们的故事画上一个逗号还是句号呢？跟你聊天的时候，你偶然讲到过我让你伤心了4次，所以说，今天我想向你表白4次。张兆宇，我喜欢你，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张兆宇，我喜欢你，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张兆宇，我喜欢你。张兆宇，我喜欢你。今天过后，你愿意继续和我在一起吗？我的人生真的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也遇见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姚家园，我爱你。现在我觉得我会向往未来，感谢过去，我只坚定的希望能让你在我身边。七月，谢谢你，我爱你。怦然杀青，我们现实里见。怦然20岁冬季追踪日历来啦！3月24日起 ，SVIP 用户每周2、周3 12点看上下集 ，VIP 用户每周3、周4 12点看上下集，非会员用户4周周3、周4 12点可解锁。周3 12点，怦然学姐碎碎念，怦然学姐陪看上线。周4 12点，砰砰蹦蹦大课件解锁欢乐游戏局。周5 12点，加更冬日研学社更多精彩。周6 12点，青春4件套超全大揭秘。周日砰砰连连看雨特辑，不定期惊喜掉落，记得来看哦。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